台塑集团现在的市值不断的往下滑落，我们看到台塑石化现在21名，南亚现在39，而台塑呢现在已经排到48了，再往下掉的话呢，可能就被踢出台湾50的行列了。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我们看到12月10号为止，那么全体上市柜公司公布的营收报告当中，今年的11月呢拉升到 3.98 兆，那么前11个月啊，它到了 40.5 兆。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今年的整个产业变化别当中，除了半导体跟 AI 之外呢，台湾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产业，那么给大家来报告。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台湾的航空业在今年的前11个月呢，大致上交出非常好的成绩单。这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长荣航空的营收已经跨过了2000亿的门槛，而华航呢，现在也到了1852亿，包括星宇航空呢，现在单月营收将近30亿，虎航呢也超过11.85亿。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要来抽奖咯。活动期间只要订阅财讯频道并留言财讯50生日快乐，就有机会获得一箱50周年的纪念乖乖，要让大家股市乖乖，获利也乖乖。我们提供会员20份，非会员10份的奖品，偷偷告诉大家，会员中奖几率真的很高。现在就加入频道会员，留言财讯50生日快乐，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抽奖结果将于12月25日公布，说不定幸运得主就是你哦。在经历过 COVID-19 的撞击之下呢，全球航空业亏损1377亿美元，但是呢，全球航空协会预估，那么明年呢，税后净利会超过366亿，24年大概也会超过305亿美元。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在经历过重创之后的航空业呢，它正在振翅高飞。这当中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在过去很长时间，航空票价都涨不动，那么在疫情之后呢，航空票价开始显著的上涨，挂在高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整个毛利率呢开始有效的拉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航空业现在毛利率在20%以上，那么最高的已经到27.4%了。那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呢，也给大家对过去航空股基本上是市场上大家不太注意的标的，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他们的本益比相对是低的。在这个产业当中呢，它的定价模式改变之后，我相信会对未来会带来很大的产业的变化。这当中大家可能未来要注意的，台湾除了半导体跟 AI 族群之外呢，未来服务的成本跟服务的代价正在往上拉高，所以航空业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作，也就是航空票价呢看起来回不到从前，那么对航空业的经营会带来一个比较根本上的一个大的转变哦。那另外一个大家可以提一下，台湾的金控业呢，前11个月已经赚了5714了，那么在过去的历史上呢是5876亿，现在看起来今年会超过，可能逼近6000亿，这个时候呢是历史上台湾的金融业赚最多钱的一次。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富邦金在前11个月呢，税后净利1436亿 ，EPS 啊已经超过10块钱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泰金的部分呢，已经超过1131亿了。看起来两家金控公司啊，这个获利呢大幅成长。而第3名的中信金呢，也赚了超过680亿，然后元大金控呢，现在来到340亿。我相信这个都是在历史上难以想象的。在资金回流之后呢，包括利率上扬之后，也改变了金控业的传统的命运。所以，我想今年资金回流台湾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我们也看到，在台湾的出口，现在大家再检视一下，10号以前呢，台湾财政部公布出口的数字啊，那大致上呢，我们1到11月呢，现在来到4315亿，那么这个单月的出口，我们已经连续13个月呢是呈现的正成长。台湾在11月的出口呢是来410.9，如果再加12月最少到400亿以上的话，它会到4700亿以上。我们大概从11月呢看到12月呢，今年台湾的这个出口大概会达到历史上第2高的境界。这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出口市场正在转向。这个转向的时候呢，第一个呢，
到10月为止，对中国的占比现在降到 31.7%， 上一次最高峰2020年是 43.9%， 大致上降了 12.2% 了。那对美国的出口现在来到 23.5%， 最低呢是 11.7%。那么大家看到，对美国的出口现在来到 1015.29， 今年对美国出口成长 49.9%。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资通讯产业前11个月呢 1207.6， 大概成长 65% 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电子零组件、半导体还在衰退的状态，小幅衰退。但是呢，在资通讯 AI 相关的产品，现在对美国出口大幅的成长。半导体出口的衰退是主要对中国前11个月呢 833.19， 跟去年同期相较呢衰退 5.9%， 那占比呢现在降到 60.9%， 所以整个半导体现在看起来，尤其在成熟制程受到的压力是大的。我们看到对中国的出口在2020年最高 43.9， 到去年底 35.5， 现在降到 31.7，所以中国的市场是一直在往下滑的状态。我们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呢 1015.3， 对中国的出口 1367.9， 双方相差大约300多亿。这个时候呢，占比正在拉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出口。从原来非常大的差距，在2021年的时候，台湾对中国跟香港的出口 1888.75， 对美国的出口呢，在 656.86， 现在双方正在缩小差距当中，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个是占比 31.7， 现在 23.5， 这个开口正在收敛的态势当中。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对中国前11个月的顺差呢，现在来到636亿，但是对美国的顺差呢，现在是达到 585.16。大致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对中国的顺差跟美国的顺差已经拉平了，所以这个拉平，我想这张图表去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启发。那么在现在的市场的架构，我想台湾的产业呢，它可能面对一个大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新的生态。未来在中国整个产业的杀戮当中，它已经从水泥、钢铁、石化、面板、太阳能、电池模组到电动车，现在到了成熟制程晶片，这个整个的冲击，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如果在产业上没有做一个具体的对策，我相信会带来一个灭顶式的考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乐天化学，现在看起来它面临破产的命运，这个也给台湾带来很大的启发。在韩国政治不安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看到乐天化学其实给台塑非常大的借鉴。另外呢，中国的杀戮呢，现在不单在传统产业，也包括在成熟晶圆代工，现在从联电、力积电到世界先进都受到冲击。第三代半导体从汉磊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 Wolfspeed 呢，股价大概今年跌了70%左右，这个状况是非常严重的。力积电的股价频频破底，那么黄崇仁董事长不断的在高喊要开始调整到一个新的转型的方向去。这种转型呢，我想我一直在讲说，台泥的张安平董事长他在法说会上搬了一袋水泥走进会场，这个画面其实给大家一个高度的震撼。也就是说，他为了带领台泥的转型，其实在电池产业呢，2017年他已经开始全面跨入了，从水泥把它转到低碳，所以他说不减碳，他就拒绝列入供应商。能源科技呢，它从电芯产业切入到 AI， 现在 VBU 呢，它也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也大家看到这个，我在和平矿区呢，张安平董事长拿起一个槟榔就吞下去呢。他为了敦亲睦邻，他其实所有的动作大概都已经展现他的诚意，所以我对张安平董事长有很高的评价。那现在可以看出来，在面对中国的杀戮当中，台塑可能要面对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我们看到 DSM 呢，过去他把所有的全球的轻油裂解工厂都卖掉了，他转到很多生技产业去投资。我们也看到像信业化学，他后来把炼油厂都关掉，关掉之后呢，专门做矽晶圆，全球的矽晶圆做到最大。这个时候呢，产业的转型，如果从台塑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台泥的转型，从2017年一路混战到现在，他勉强看到一些曙光，但是台塑所有的该准备的动作都还没有开始，所以我想对王永源总裁来讲，第一个呢，他现在在 AI 的投资大概年效益60亿，所以台塑现在已经导入非常多的 AI 有关的制程，但是呢，源头的杀戮来自中国的量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整个
石化产业呢，如果只是大宗物资的生产，可能抵挡不住中国的杀戮，这是台塑未来可能要高度面对的。还有一个呢，台塑集团现在的市值不断的往下滑落。我们看到台塑石化现在21名，南亚现在39，而台塑呢现在已经排到48了。再往下掉的话呢，可能就被踢出台湾50的行列了。现在台化已经跌到60名以外了，所以这个市值的缩水，还有长期的亏损，很多的纯股族投资台塑、南亚、台化，它可以几十年都不改变，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连配息可能都有一些压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高度注意台塑未来到底何去何从，而很多的传统产业的业主可能也要高度的关心，如果公司股价长期在净值之下，日本的证交所东证呢要求股价净值比不到1的公司呢要提出定期检讨报告，这给台湾一个高度示范的范本。我们会来看一下，现在中国杀戮呢，连国际大厂都没有办法承担。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是2017年。统一企业跟统一超商召开重大讯息记者会，他们把中国的星巴克卖给了美国星巴克，同时呢，把美国星巴克在台湾的50%的股权呢，完全买过来，现在100%持有台湾星巴克的股权。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星巴克的同店销售啊，在中国的不断的在下滑。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彭博爆料，他说星巴克呢准备要出售中国的业务。那最大的关键是瑞幸咖啡现在还跑出了一个叫做库迪，他们的咖啡一杯呢，现在在中国卖到9毛钱的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星巴克在业绩下滑之后呢，它可能要处分股权。所以我们待会回来看一下，在2017年的这一笔交易呢，现在看起来统一是赢了，但是对星巴克来讲，在中国市场它所遭遇到中国的瑞幸跟库迪的夹击，也给台商很大的启发，就是说你的产品如果只是大宗物资在市场上跟中国竞争，这个时候呢，可能你没有办法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台湾的传统产业呢，到底如何转型求变？我相信这是未来每一个经理人，包括公司的老板，大家一定要念之在之的，避开中国杀戮是第一课。第二个呢，要进一步呢，要去思考未来公司转型之道。如果没有找到对的路呢，公司长期可能会在不断的流血当中呢，最后迈向死亡。这是在今天给大家从台湾的整个出口当中对中国的占比从43.9现在降到31.7。中国市场所带来的生态的改变，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而我们对美国的出口现在已经来到23.5%了，而对美国的顺差585亿美元，今年会超过600亿以上。这个时候呢，大家也要提防川普对美国顺差太高的国家可能会祭出关税，这是台湾未来所要面对的挑战。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传统产业的蜕变之路，我想值得大家好好去反省，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少量多样高质化产品。从这个方向呢，张安平董事长其实给大家上了一堂课，他值得大家好好去思考，未来面对中国的杀戮，我们到底何去何从？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